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有空的话，劳烦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进广告的链接，就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呢，狼王把这个一周一次最重要的推演的节目挪到了周六晚上。那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这毕竟是我一周一次最重要的节目嘛，所以说我把它挪到了周六晚上以后呢，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在下周开盘之前进行一个消化。所以这是我为什么挪这个节目的时间的原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上周的话，整体的指数虽然说是继续的向上进行了一个进攻，但是其实分化呢也是非常的严重的。这个科技板块的股票一直涨得非常的好，那传统板块道琼斯和罗素是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撤。那现在的话，狼王整体的一个观点就是，既然美股在高位，那自然的话是不宜仓位过重的。因为现在道琼斯和罗素已经出现了回撤，那如果说科技板块因为它拉得太厉害了，要是继续的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的话，我担心就是罗素和道琼斯会顺势的再做最后一波调整。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在这个视频的开头再强调了，现在大家的总体的仓位不宜过重我建议3到5成仓就可以了，好吧？那但是大家就是注意的话，就是现在整体的美股上涨的多头的趋势仍然不变，所以说如果下周初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是吧？尤其是罗素和道琼斯板块如果在下周初进行了一个继续的调整，达到了狼王所说的一个支撑的位置我认为既然多头的趋势不变，那回踩就是做多那些超跌板块的机会，好吧？那我们就闲话少叙，直接进入盘面来做一个具体的讲解。首先的话，当然是讲一下我们的老朋友 UVXY 这个股票呢，其实我在所有的节目里面之前就一直强调，我说 UVXY 起码会跌到12块钱到15块钱的一个区间，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就是反弹的迹象。那大家可以看到，最后面它确实是跌到了14打头的一个位置，以后呢进行了第一波的这个就是反弹以后，我说4小时级别的 GMMA 压力会非常的大，大概率的话它会再次的踩一下，是吧？这个14到这个14块7到这个14块2的区间以后然后的话就是即使 UVXY 出现了大幅的反弹，它也大概率会有一个回踩这个区间的动作。那大家现在需要警惕的就是 UVXY 呢，它现在确实是在这个区间暂时的有一个企稳的动作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不建议大家有太多仓位多头的一个原因，因为一旦 UVXY 启动的话呢，大盘的话自然是会出现一个顺势的下跌的。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要关注，就是如果 UVXY 下周继续向上进攻的话，它的一个压力位会在哪里？好吧？我个人的话仍然认为就是下一周 UVXY 它继续就是向上的一个压力位，它其实可能会比较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涨幅的空间，好吧？所以说我仍然对于大盘的一个操作建议是逢低去做多超跌的板块，而不是现在去布局 UVXY。UVXY 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话一直大概是沿着一个从这一波的下跌的这个幅度来看，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话是打了一下4小时级别的压力，对吧？然后基本上也是2小时级别这里刚刚的压下去，然后就下来，然后做了一个 lower and high， 是吧？就是它的这个第二个低点比第一个低点要高。那现在的话，我个人来看的话 ，UVXY 我个人觉得它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应该会在20块钱左右。如果说下周 UVXY 要是真的有机会，就是大盘出现了一个调整，打到了20块钱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平台20块2毛左右的一个特别强的压力位的话，那自然是去做多大盘的一个好的机会，好吧？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现在狼王的整体策略呢仍然是逢低去做多UVXY 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是吧？上周的话也是
一直踩了2小时级别的 GMMA， 然后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收敛的形态一直没有突破之前的这个高点4718.5块的这么一个位置我个人对于标普指数现在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如果说有机会大家想继续去做多标普指数，起码等它一个回踩2小时级别的 GMMA因为毕竟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从4278点到这个4700点的这么一波涨幅的话，它现在一个最大的回撤的区间就是在2小时级别的 GMMA， 所以说2小时级别的 GMMA 是一定不能跌破的即使你要去进场做多标普指数的话，起码也要等到它回踩到这个4670到这个4650块钱的一个区间，一旦跌破了4650块钱的话，整体的这一波的上涨的趋势可能就暂时的走坏了，好吧？那如果说它跌到了这个区间的话，狼王建议大家可以是用1成仓左右的仓位去小幅的去尝试着进行一个左侧的做多。那一旦跌破了4650的话，大家可以继续的止损止损以后的话，那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比较好一点的去进场做多标普指数的点位呢实际上是在日线级别的 GMMA， 具体的位置呢应该是在这个就是更加稳妥的，如果说大家想用2成仓以上的仓位去做多标普指数的话我个人认为更加稳妥的一个点位呢，应该是在这个4560点，好吧，4560点到这个4520点的这么一个区间这个点位的支撑会更加的强，所以说一旦要是跌破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2小时级别的区间的话这么一个区间才是一个就是可以去多加一些仓位的一个好时机，好吧4560到4520，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切记，这是标普指数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支撑位。标普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吧，上周的话整体的大盘呢是出现了一个分化上涨的一个形态。那如果说它是分化上涨的话呢，反而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为什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呢？因为一旦大盘出现了一个分化的上涨这代表着就是大盘出现大跌的机会反而下降了，因为的话就是此消彼长嘛，那只有当大家都非常强势的时候大盘出现这种暴跌的概率才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狼王一直给大家强调，现在仍然是等着回撤去做多，好吧，回撤就是机会反而不是说就是回撤是做空的机会是吧？狼王一直在跟大家说回撤是做多的机会。那对于道琼斯指数，我认为下周呢仍然还有继续下跌的一个空间，对吧？现在维持这个观点不变。有机会，如果道琼斯指数下周我觉得大概率的是有机会跌到这个35,470点，好吧，35,470点到这个35,200点的这么一个区间，好吧，如果说大家想去进场道琼斯指数，我认为的话可以考虑在这么一个区间去选择去进场，甚至我觉得把这个区间再往下挪一点吧，好吧，这样的话大家的话这个盈亏比会更加的好。如果下周道琼斯指数我觉得大概率会跌到35,350点到35,200点的这个区间，大家可以考虑进场做多，我觉得用2成仓的仓位去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旦跌破了这个35,200，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好吧，更新一下点位35,380点到这个35,200点的这么一个区间，这是道琼斯指数狼王认为可以去做多的一个点位。那做多什么样的股票呢？其实之前的话也跟大家讲过了，传统板块的比如说航空，比如说邮轮，好吧，比如说这个酒店都可以在这么一个区间的时候去选择做一个进场。那一旦道指要是继续跌破了这个35200的话就可以去做一个止损的操作。盈亏比的话我认为非常的好，因为毕竟的话我不认为现在大盘出现的这个分化会有多么长的一个时间，好吧，分化只是暂时的。之前这些没有涨起来的品种，我认为涨起来的几率是就是接下来它上涨的空间是比那些已经涨起来的科技板块的股票是要多的，是吧？包括这些
金融行业的股票是吧，像 Visa 这一些，它们都会有潜力的啊。但是一定切记啊，跌破了35200点的话，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QQQ 啊 ，QQQ 的话现在是非常的强势，对吧？一直在不断的破新高。那我个人对于 QQQ 的一个观点就是，只要它跌破15分钟级别 GMMA 啊，我们就做一个主动的止盈的操作；没有跌破15分钟级别 GMMA， 我们就继续的持有 QQQ 的股票，是吧？大科技股，包括苹果，包括亚马逊，包括 Facebook 啊，包括特斯拉。只要它跌破了这个15分钟级别 QQQ， 只要 QQQ 跌破了15分钟级别的这个GMMA 顺势的一个趋势的话，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具体的点位呢，其实这里也很明确的给了大家401块，好吧，不跌破401块，继续的持有那些已经涨得很好的大科技板块的股票 ，OK， 没有问题。跌破了401块，做一个主动的止盈啊。如果说大家想去做多 QQQ 的话，我个人觉得，起码的话，就是稳妥一点的操作去做多 QQQ 的话，大家首先是我们要确定一下 QQQ 现在是沿着一个什么级别在向上进攻的。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沿着2小时级别的 GMMA 在向上进攻的，对不对？那如果说大家想去比较稳妥一点的做多 QQQ， 我觉得再怎么样的话，起码要等它一个2小时级别 GMMA 的回踩啊。具体的点位呢，在396块钱，好吧，396块钱到这个392块钱的一个区间啊，这么一个区间，在下周的话，我认为是 QQQ 的一个如果说你即使想去追涨科技股的话，也起码要等到2小时级别的这么一个区间，跌破了392块的话，一定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没有跌破的话，你可以继续的持有 QQQ，但是我现在仍然是更加的推荐是等这个道琼斯指数跌到了我所说的一个区间的时候去做多道琼斯指数，而不是推荐于大科技板块的 QQQ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 QQQ 涨得太多了，如果说接下来大盘还会继续的向上进攻的话，那更好的机会反而是前期那些没有涨起来的品种，好吧，就是道琼斯板块而不是 QQQ，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还是如果说大盘下周出现了回踩，更加的关注道琼斯而不是 QQQ。道琼斯说完以后呢，我们最后再来说一下罗素。那罗素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之前的话是吧，是出现了一个突破就是突破了232以后呢，涨了大概12个点，也就是涨了5-6个点以后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我个人认为现在罗素的形态并没有走坏，它不过是一个突破以后的回踩，这反而给了大家进场去，就是反而给了大家下周进场去做多罗素板块的一个机会。好吧，大家品一品我这一句话的意思啊。如果说下周罗素好吧能够跌到老王所说的这么一个区间230到这个227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认为是一个做多罗素板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既然牛市还没有死的话，是吧？我个人认为这个板块的轮动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现在大家不要注意到现在的明星确实是 QQQ但是风水是轮流转的，好吧？大家切记在股市里面风水是轮流转的，不代表着一只股票强它就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强我们最好还是要做到低买高卖才是一个真正正确的一个策略。所以说罗素下周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大概率是有机会的，跌到这个230块钱到227块钱的一个区间，大家去关注一下罗素和道琼斯，好吧？你如果说不知道买这个罗素板块里面什么样的股票，那你就买这个 IWM 就好了，好吧？ IWM 是代表着罗素2000的 ETF， 因为它个股的话很有可就是在罗素板块里面有很多那些小市值的就是波动率太高的股票，你可能不知道买什么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买什么，你就可以去买这个 IWM。 当然如果说你觉得 IWM 的波动幅度太小了的话，你可以选择3倍做多罗素选择 TNA， 好吧？ TNA 这一只股票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这一只股票你也是可以的，好吧？如果说你嫌着 IWM 的波幅太小了，可以选择做 TNA。TNA 的话，按照的点位的话，同样是就是如果说 IWM 跌到了230块钱到227块钱的话，你就可以根据这个 IWM 的点位来操作 TNA。那一旦 IWM 跌破了这个227块钱的话 ，TNA 也是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的，好吧？这是罗素板块，我认为下周罗素板块很有可能会继续的调整，以后就会有非常好的机会，所以说大家关注一下罗素板块。罗素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黄金黄金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自从是吧，受到了狼王所说的这个压力位1880块钱的压力位以后，黄金就顺势的出现了一个走弱的情况现在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情理之中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黄金的话，现在之前的话这一波上升的话是沿着一个4小时级别的 GMMA 的趋势是吧？在就是从这个1760到1879的这么一个区间，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基本上快跌破了4小时级别的一个趋势，所以说现在不建议大家去做多黄金如果说大家想去做多黄金的话，我觉得再怎么样也是等它去再次的回踩这个区间的下沿，好吧，到这个1780块钱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机会，所以说现在仍然不推荐大家去进场做多黄金。黄金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原油原油的话现在已经跌破了日线级别 GMMA 的一个趋势了，那大家不要再次的去进场做多，好吧？再次的话不要进场去做多再怎么着急的话，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想去做多原油的话，我觉得再怎么样的话也要等到这个73.9块的这么一个平台，好吧？73.9块的这么一个平台，然后一旦要是跌破了这个72.4块的话，也是要做一个止损的操作我个人的话现在觉得原油已经暂时的是走出了一个空头的趋势，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去捞的这么的凶，好吧？这是原油，现在的话狼王并不是那么的看好原油。原油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跌到了狼王所说的一个支撑的平台到56000到这个54000的一个区间，以后呢已经顺势的做出了一个反弹的动作。那现在的话，持有比特币的朋友当然是可以继续的持有比特币的如果说你是根据狼王的点位在56000块钱左右去布局了一个比特币的话，切记带好这个移动止盈，好吧，不要让你的利润被吃掉50%。我个人的话会，如果说比特币跌破了这个57600块钱的话，我会做一个主动的止盈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比特币的一个在这个今天的这个反弹是非常的多的，是吧？一下2.4%，那趋势的话，其实根本很难看到它到底是沿着一个多少分钟级别的趋势在向上进攻的，所以说我现在觉得就是持有的朋友继续的持有没有进场的朋友暂时不要去追，好吧？然后的话带一个50%的移动止盈，好吧，锁住手里的就是不要让你的盈利变成亏损，这是比特币的一个就是简单点的分析，好吧，不能跌破不能让你的利润被吃掉50%，然后我个人觉得现在的话最好它不要跌破之前的这个低点，也就是这个55500块，好吧，55000块吧，好吧，把它设的稍微的宽一点，54900块钱，54900块钱一定不能跌破，跌破了54900块钱的话，一定大家要记得去止损比特币。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一个行情推演的所有的内容。总结之前呢，还是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就是如果大家真的喜欢狼王的节目，请不吝的给我的节目去点一个赞。因为的话，就是有更多的听众，我才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持续的更新，并且跟大家带来一个更多更好的一个内容。点赞、评论、分享，尤其是分享给你的朋友，好吧，炒股的朋友，如果你没有朋友炒股的话，你就多点赞、多评论，也是对狼王频道的一个支持。然后的话，YouTube 的话，因为点赞和评论多的话，也会更多的把我的节目推送给其他炒股的朋友。
另外的话，我再次就是，如果就在明年2月22日，也就是本频道这个创办1年的这个时间里，如果大家能帮我冲到10万粉的话，我会继续的去加一个就是盘前，如果说盘前出现了大幅的波动的话，我会在盘前出视频跟大家就是讲一下当天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压力的位置，以及大家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是吧？免得大家到时候会比较的慌。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呢，就是我认为现在大盘是在一个高位，四大指数的尤其是QQQ 在高位，所以说现在不建议大家进场去做多。下周我认为大盘出现小幅调整的概率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下周出现了一个小幅调整的概率的话，我不认为它会演变成一个中期的调整，仅仅是一个小幅度的调整，反而是去做多这个道琼斯板块和罗素板块的一个机会，好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这个道琼斯和罗素所说的一个支撑的点位。另外的话就是科技板块的股票，大家现在肯定不要去追高，然后的话做空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现在进场做空。虽然说我觉得下个星期会有一个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小幅的调整，那仅仅是一个小幅的调整，我觉得做空的空间并不大并且呢，大家要切记，现在仍然是牛市，这句话非常的重要，现在仍然是牛市，也就是说不要大仓位的去做空，做空非常的危险。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明天的这个个股的分析的节目再见。